神婆只是向着悟仙拜了拜，她肚子突然大了起来。就在刚刚，神婆正在为女人接生，发现她肚子里是鬼胎，她赶紧扯过女人的丈夫，告诉她要保住女人的性命，就必须打掉孩子。男人同意了，于是他们便连夜前往镇上的医馆。可是他们刚走到半路，林中竟惊现悟仙，他是来要孩子的。神婆赶紧叫他们先走，然后对着悟仙跪拜，希望他能放了女人。突然，神婆的肚子越来越大，直到撑爆她的肚子，惨叫声此起彼伏。男人听到之后，着急拉着女人离开，结果一个踩空就掉进了山洞。孕妇哪接受得了这样的折腾，肚子立马就疼痛起来，眼看孩子就要出生，女人连起身力气都没有，鞋子也掉到水洼里面。男人急忙去捡鞋子，准备带她离开，不料发现一只金碗，往前看竟然是一座金山。男人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，瞬间就被迷住了心窍，完全忽略了女人的求救。等到男人回到女人的身边，发现她早就已经没有气息。男人追悔莫及，突然一阵啼哭惊动了他。男人惊讶发现他的儿子出生了。就在这时，一道恐怖的身影出现，正是悟仙。自此两人生死未卜。从这以后，村子常年雾气弥漫，村民被困其中。70年后，为了获得黑金古刀，吴邪来此地探墓，在当地人庆春的指引之下，踏入了村子。周围一直被大雾弥漫，能见度低。可诡异的是，他们明明开车行驶了19个小时，按理来说早该穿越村子，结果却是不断兜圈。突然，他们碰到了一群人，他们自称是打猎的，不小心进入这个地方，好几天都没有走出去，想借个顺风车出去。吴邪也没拒绝，同意他们上车。他前进没多久，就发现前方被堵死了，众人只好步行前往村子寻求帮助。可诡异的事情再一次发生，有人吗？出来帮忙搬石头，给钱。哥，咱还出得去吗？没事，别害怕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，预计未来24小时，永热园、我县鱼讨、桃洼岭等地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，请注意防范强降水和持续降水引发的崩塌、滑坡、山洪等灾害，请乡民注意防范，做好防雨排水的准备。有人吗？喂！我看这村子挺热闹的呀。家家户户吃的也都挺好的，人呢？又去哪儿？这香没点多久，人应该刚刚离开。不得急，走。再去看看。这个村子很不正常，我们要找的地宫应该跟这个村子有关。到后山看看去。走。走。嚯！我的天哪！哎呦！
他们刚到后山就大为吃惊，竟然是一棵百年桃花树，树下还摆着一席酒席，档次堪比5星级大餐。更诡异的是，仿佛有人知道他们要来一样，特意为他们准备9个空碗，而他们刚好就有9个人。大锤饿了4天，啥也不管，直接开吃。吃着吃着，他突然像个饿死鬼一样，拼命的往嘴巴里面塞食物。其他见了目瞪口呆，突然妖风四起，大锤好像是受到什么召唤一样，径直往雾气的深处走去。吴邪3人追了上去，但是男人早已经消失不见了。吴邪回头一看，发现胖子和张起灵也不见了。由于能见度太低，吴邪拿出热成像寻人。诡异的事再次发生，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几个人，竟然在狼吞虎咽的吃着酒席，不要命的往嘴里塞食物，而且还无生命迹象。吴邪缓缓靠近，几人瞬间将他按住，使命的往他的嘴里塞食物。关键时刻，张起灵将他叫醒，吴邪发现自己竟然自动吃起东西来了。其他的几人也在疯狂的吃东西，吴邪将他们给叫醒。接连而发的诡异让所有人感觉害怕，有几人直接跑路。就在这时，雾气之中出现一道恐怖的身影，正是巫仙，他正在指引着众人。老头，老头！你搞什么？小三爷，我就想拉这小子一把，有东西推了我一下。哎呀，我们得上去。哎呦，哎呀，你这真是，小三爷，这你看。这怎么入口没了？你说是不是又产生幻觉了？啊？哎，干什么？幻觉没有了，入口出来了吗？没有啊，那就不是幻觉呀，老头。雾气在迷惑我们，这里千变万化，我们还是要小心一点。山里面常年的雾气，跟这个地宫应该有千丝万缕的关系。有气流。找出口。不行，要找到雾气的来源，解决它，这儿的雾气就会散去。上。关键应该在地宫的尽头。我有一些关于这个雾气的记忆，他们很凶险，如果不处理的话，百姓会遭殃的。哎，潘爷啊，这是哪里啊？这是哪儿？地宫啊，老头儿。啊？这个地宫应该几千年前就被盗了，已经完全被破坏了。这儿也有无天象，跟外边的不一样啊。
小三爷，小三爷，小三爷，小。二锤似乎陷入幻境，幸亏吴邪几人及时赶到，把他拉回了现实。为了防止再一次走散，张起灵提议用绳子捆住自己。突然一阵古怪的声响起，一条毒蛇顺着绳子向着众人咬去。张起灵提刀向前进攻，轻松打退毒蛇，顺便将雾仙打得落荒而逃。吴邪等人发现了一座奇怪的门，进入之后是一座祭坛，祭祀的对象正是雾仙。吴邪发现餐桌上的碗筷和村口简直是如出一辙，他按照特定的顺序摆放，一道暗门瞬间打开，所有人进入里面。随着不断的深入，吴邪发现这里竟然也有桃花宴。不同的是，餐桌上多了几个新娘子。吴邪发现新娘子的眼睛被红布给遮住，看还好，一看吓一跳，全部新娘的眼睛是瞎的，有的新娘本来就瞎的，有的则是被直接弄瞎的，手段残忍至极。正当吴邪两人离开的时候，新娘突然抽搐了一下，旋即全部的新娘竟然回过来，一窝蜂的朝着吴邪两人冲去。小哥，他们脚底不对劲。
这是个陷阱，刚刚的神像才是关键。另外一边，庆春正在启动陷阱。原来这一切都是他设计的局，从一开始就是他故意将吴邪等人骗过来，想要通过献祭张起灵来复活自己父亲。就在献祭完成的时候，一道人影从远处走来，令庆春没有想到的是，竟然是张起灵。吴邪邪魅一笑，原来从一开始他们就知道他的计谋，为了解决此地的雾气，才没有拆船。庆春眼看计谋已经无法得逞，顺势说出自己的故事。70年前，我出生在这雾仙潭。我娘生我的时候，难产死了。我爹抱着我从这里逃出去。他回来以后，就像变了一个人。那天什么也不做，就一直在挖一座神坛。当我记事起，他就一直说要去找那座神坛，说那里面全都是金银财宝。他好几次投进山里，差点失踪，都是村民把他救了回来。我实在没有办法，只好把他锁了起来。40年前，雾气弥漫到了我家门口，我爹就完全疯了，他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挣脱了锁链。爹，我在山里找了很久，终于发现他进了这里。后来有一天，忽然来了一个人，他对我说：“我爹是和巫仙修炼去了，如果要我爹回来，有且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得用一个人去把我爹换回来，否则我爹就得永远在巫仙的控制下。”他说我爹修炼得很不好，一直被扒皮惩罚。找个人不是很容易吗？为什么非得找小哥这种刺儿头？我也没那么想。他对我说：“巫仙不会轻易放过我爹。如果能找到一个血性特殊的人，或许就能同意交换。”就在这时，巫仙再一次的出现，张起灵突然拔刀，向着巫仙逃跑的方向追去。吴邪跟了上去，把胖子留下来破解最后的机关。正当胖子解开机关的时候，庆春一石头将他给打晕。等到两人回去，发现这里早就没有了人影。吴邪从地面上发现血迹，两人根据拖拽的痕迹，很快就来到最后一层。刚进门就看到胖子被五花大绑，身上还绑着一颗定时炸弹，而庆春跪在地面，向着一口棺材祭拜。他以胖子为筹码，命令两人打开棺材。张起灵单手便掀开了棺材盖子，发现里面竟然是大锤两兄弟。诡异的是，周围蠕动着白色的鬼丝，原来这就是所谓的巫仙，不过就是一种怪物而已。春仍旧执迷不悟，自以为只要再献祭胖子就可以复活自己父亲。可张起灵可不惯着他，一脚将他踹飞，准备灭了这个怪物。胖子，小哥。停着，说，我小哥进去了。小哥，小哥也出来了。小哥，你没事吧？小哥，你
九哥，我是胖子。九哥，住我呀！那不是小哥。好。天真！别去，这里的军司在模仿我，你们不是对手。小哥，我就不跟你客气了。走。原来这些军司生物会拟态。地宫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他变的，也都是他控制的。所以这雾仙是个大蘑菇。真的不用帮忙吗？别太乱了。哎，先生啊，那什么东西？走，先生。哎呀！快走啊！快走，天真，快走，走啊！哎。知道怎么帮小哥了，我也知道了。我去！
接着，接着，王哥，快，安哥停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马上，马上！